的确是有研究支持蜂蜜可能有一些健康效益，包括心血管方面呢，可以降低氧化的压力，改善血脂，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 （LDL），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来改善心血管的功能。在抗癌方面呢，蜂蜜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哇，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大家都很怕癌症，如果它能抗癌多好。上回跟大家说到蜂蜜相关产品的健康好处，提到说蜂蜜的主要成分还是糖分，对健康的好处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蜂蜜的好处很多啊，为什么邱医师说这个蜂蜜跟糖分差不多？所以今天邱医师也要弥补一下来跟大家谈谈说有没有医学文献认为蜂蜜对健康真的有帮助呢？2025年的确是有一篇文章它发表在抗氧化医学期刊上面这篇论文呢，它的题目是蜂蜜的抗氧化能力与治疗的应用。健康的益处、抗菌的活性以及食品加工的作用也是一个回顾它是一个叙述性的回顾，它的内容也是有参考的价值邱医师简单整理重点如下：第一个，蜂蜜含有200多种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多酚、类黄酮其实类黄酮就是多酚的一种，多酚就是类黄酮、非类黄酮跟酚酸3大类啦好，还有维生素 C1、酵素、氨基酸、矿物质，这些成分协同作用以后，可以达到抗氧化的效果、抗氧化的作用那第二点呢，蜂蜜的主要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降低氧化的压力，调节发炎的路径，这些是所有蜂蜜成分共同发挥的健康效益。第三个就是说，的确是有研究支持蜂蜜可能有一些健康效益，包括心血管方面呢，可以降低氧化的压力，改善血脂，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 （LDL），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来改善心血管的功能。在神经方面呢，可以降低神经的发炎，可能可以延缓老化或失智症。在抗菌方面呢，对细菌有效例如什么大肠杆菌跟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菌的效果。在伤口愈合方面呢，蜂蜜具有抗菌、抗发炎跟促进修复的作用。在抗癌方面呢，蜂蜜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哇，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大家都很怕癌症，如果它能抗癌多好。但是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是指细胞实验或者动物研究的结果，它不是人体试验的结果啦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蜂蜜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蜂蜜的效果是来自整体的组合，不是其中的单一成分，所以你应该把蜂蜜看成是天然食物的一种复方效应，不是单一的一种抗氧化剂，它的成分都有啦，但是都不是很多啦，所以我们可以用蜂蜜来帮助我们的项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用它来取代精制糖，这是可以的，用蜂蜜取代一般的蔗糖、果糖可以增加抗氧化物的摄取。例如说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本来就要加糖，邱医师喝咖啡是不加糖的如果你觉得喝咖啡不加糖不好喝，你要加点糖，建议你用蜂蜜，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肯定对健康是有加分的啦。好，那第二个就是辅助保健，我们可以期待喝蜂蜜水有轻度抗发炎或者轻度调节免疫、抗氧化力的补充的效果。但是呢，想要喝蜂蜜可以超越其他的单方的抗氧化的物质不容易的。第三呢，就是特定的保护，例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喉咙痛、喉咙发炎嘛，喝蜂蜜水比较舒缓这是可以的。以前在抗生素发明之前，的确是有人用蜂蜜来处理伤口了可以延缓这个疾病的不舒服，或者是帮助伤口的愈合。你要注意的事情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蜂蜜的好坏差异非常大，因为蜂蜜的影响因素包括花的种类、产蜂蜜的地区，还有出产的季节、取得以后加工的方式，这些都会导致各地产出的蜂蜜差异很大，甚至同一个地区产出的蜂蜜呢，每一批效果也不一样。第二个呢，临床证据其实不够强大，很多都是体外的试验或者是动物的实验，缺乏大型的人体试验。第三个就是剂量没有标准化，有些研究用小量的，有些用了大量，甚至到药物等级那么的多，所以临床上很难去比较这种结果。第四点就是糖分的问题，蜂蜜的糖分占了80%到95%，不要以为说这种升糖指数不是很高你就可以多吃其实糖尿病患者还是要小心，因为蜂蜜本来就是葡萄糖跟果糖的过饱和容易，而葡萄糖跟果糖都是单糖，它就是最好吸收的糖分。为什么生病的人要喝蜂蜜水呢？因为不用消化，它直接可以吸收，直接可以补充血糖，所以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品，但是它有热量，千万要记得。总结来说，蜂蜜就是一个比糖更好的糖，但绝对不要拿来当作药，当作保健品吃一吃也可以，但是不能拿来当治病的用途。你可以把它拿来取代一般的糖分，拿来当辅助保健品，但是绝对不能拿来治疗疾病，更是不能大量的吃。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好，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